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中老年人如何的防治骨质疏松，不能只补钙，还需要做好这4件事。骨质疏松是中老年人经常遇到的难题，尤其是绝经期后的女性。患上骨质疏松后，很多患者都不知道该如何的治疗，通常都是人云亦云的去补钙，可能补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症状却没有缓解。骨质疏松真的就是缺钙引起的吗？补钙是不是就是唯一的治疗手段呢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答案。1. 钙对人体起哪些作用？缺钙又有哪些的危害？钙是人体重要的组成成分。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体内含钙大约是1到1.2千克，仅次于碳、氢、氧、氮，位居第5位，在构成人体无机元素中排在第1位。钙在人体主要以2种的形式存在， 99.3% 的钙是以强磷灰石结晶的形式存在于骨骼和牙齿中，另外 0.7% 的钙则是以离子形态存在于细胞外叶和软组织中。钙在人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： 1. 参与骨骼和牙齿的组成； 2. 维持以及调节正常的神经肌肉兴奋性； 3. 参与肌肉的收缩偶联； 4. 维持心脏正常的电生理功能； 5. 影响毛细血管的通透性； 6. 参与调节多种激素和神经递质的释放； 7. 能激活多种酶调节代谢过程及激活补体； 8. 参与凝血过程，是血液凝固必须的凝血因子； 9. 参与细胞信号的传递过程。总之，钙是人体各种生理功能和代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成分。一旦缺钙，就会对机体的正常运行产生了多种影响。缺钙的主要危害包括： 1. 影响神经肌肉。血清钙浓度下降会导致神经和肌肉过度的兴奋，引起肌肉抽筋、失眠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等的症状。 2. 影响消化系统。食物需要各种的消化酶来分解，然后吸收营养。钙离子可以增强消化酶的活性，缺钙可以导致人体消化功能下降。 3. 影响生长发育。青少年缺钙会影响生长发育，轻度缺钙可表现为生长痛、出牙晚、头发生长缓慢、身高增长慢等，严重缺钙则可能会导致儿童佝偻病。 4. 影响凝血功能。钙是重要的凝血因子，当身体存在出血点时，可以逐级激活凝血酶来止血。血清钙缺乏时，会导致人体凝血障碍，伤口愈合缓慢。 5. 导致骨质疏松。当骨骼中钙质流失到一定程度时，会发生骨质疏松，患者会出现腰背酸痛症状，而且轻微的碰撞就容易发生骨折。缺钙可导致的危害还有很多，比如高血压、骨质增生、牙齿松动、皮肤老化等等，几乎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可能受到侵害。 2. 骨质疏松是如何发生的？除了缺钙，还有哪些的原因呢？人们一般把骨质疏松的发生归结于食物中钙的缺乏，这其实是不准确的。我们的骨骼时刻都处于新陈代谢中，青少年时期不断地进行骨塑建，骨骼发育成熟后始终有着骨重建。骨骼的重建包括骨吸收和骨形成的2个过程，两者有序地进行。当骨吸收大于骨形成的时候，骨质疏松就会发生。 1. 骨吸收，破骨细胞活性加强，旧骨被吸收破坏。 2. 骨形成，成骨细胞活性加强，促进新骨形成。骨质疏松发生的真正原因是患者体内骨重建出现了障碍，骨吸收大于骨形成，食物中钙缺乏，导致血清中钙离子浓度低，不但会影响骨形成，反而会促进骨骼中钙质向血液转移，
导致骨质疏松发生和加重。所以饮食中钙缺乏是可能导致骨质疏松的，但还有其他的因素会影响骨重建的平衡。甲状旁腺激素 PDH 具有促进成果和永骨的双重作用。一方面，其可以刺激骨细胞分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，促进骨胶原和基质的合成，利于成骨。另一方面，其能够使破骨细胞活性和数量增加，促使骨基质以及骨盐溶解。当 PDH 过多时，就可能会引发骨质疏松。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 能够促进小肠对钙磷的吸收，对骨同样有成骨和永骨的双重作用，可促进肾小管对钙磷的重吸收。当人体缺乏维生素 D 时，就会影响钙的吸收，即使食物中钙质充足，也可能会引发骨质疏松。降钙素 CT， 降钙素可直接的抑制破骨细胞的生成，又可加速破骨细胞转化为成骨细胞，因而增强成骨作用，抑制骨盐溶解，降低血钙、血磷的浓度。当人体降钙素缺乏时，也可能导致骨丢失，引发骨质疏松。糖皮质激素，糖皮质激素对于骨吸收也有多方面的作用，过多或缺乏都可导致骨形成障碍。当体内糖皮质激素过度时，会刺激骨吸收，抑制小肠对钙的吸收，增加尿钙排泄，促进甲状旁腺激素分泌以及骨吸收增加，导致骨质疏松。吃激素，吃激素具有延缓骨质流失的作用。吃激素包括吃酮、吃二醇以及吃三醇，吃二醇作用最强，缺乏吃激素也可以引发骨质疏松。甲状腺素，甲状腺素可以促进骨转化，甲状腺素的缺乏时，骨吸收减少；甲状腺素过多时，骨吸收以及形成均增加，但对骨的吸收作用更大。烟，长期大量吸烟会促使血钙增加，使尿钙排出增加，同时还会导致骨小梁体积变小，骨形成率和骨矿岩沉积率降低。酒，长期过量饮酒会导致血液中的乙醇浓度升高，可抑制成骨细胞的功能，影响骨骼的生长和发育，加快骨量丢失。咖啡、浓茶、饮料，这些富含咖啡因的饮品中，咖啡因可促进尿钙排泄，加剧骨流失，增加骨质疏松发生的风险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但凡对骨重建平衡产生影响，导致骨吸收大于骨形成的因素，都可以造成骨量丢失，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。所以骨质疏松症的高发人群包括不喜欢喝牛奶、吃鸡蛋、吃绿叶蔬菜，饮食中钙质缺乏的人。2. 绝经期后的女性，雌激素分泌大幅的下降。3. 长期宅在家不爱晒太阳，维生素 D 缺乏的人。4. 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病人，甲状腺素分泌过多。5. 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人。6. 经常吸烟、喝酒、喝咖啡、浓茶、饮料的人。3. 食补还是药补？骨质疏松患者如何正确的补钙？话说回来，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骨质疏松，患者在日常的生活中都应该摄取充足的钙质。而一说到补钙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钙剂的补充，这其实并不科学。比方说，如果你是钙的吸收出了问题，那就应该先解决吸收的问题。又或者你是因为缺乏某些激素导致钙离子无法的整合形成新骨，血液中的钙浓度增长，那就更不能盲目补钙。骨质疏松患者是否需要补钙，应在专科医生指导下来进行。如果盲目的采取药补，摄入过多钙剂，反而有可能会造成高钙血症，危害不比低钙血症弱。影响神经肌肉系统，如记忆力下降、反应迟钝、抑郁、冷漠、头晕、嗜睡、昏睡、肌肉无力、腱反射抑制等。2. 影响心血管系统，心动过缓、血管收缩、血压升高等。3. 肾脏，多尿、尿浓缩功能障碍、
非扫尿型的肾病、肾钙化、肾结石等。4. 消化系统，厌食、恶心、呕吐、便秘、消化道溃疡、胰腺炎等。5. 骨骼，疼痛、局部压痛，长期患者可出现椎体压缩、骨骼畸形，易发生病理性的骨折等。一般的情况下，通过合理饮食就可以摄取足够的钙质。适宜补钙的食物一般包括： 1. 乳类以及乳制品，牛羊奶以及奶粉、乳酪、酸奶、炼奶。2. 豆类以豆制品，黄豆、扁豆、豆腐、豆腐干、豆腐皮等。3. 畜禽肉以及蛋类，羊肉、鸡肉、鸡蛋、鸭蛋等。4. 水产品类，虾皮、海带、海参、螃蟹、虾类、紫菜、鲤鱼等。5. 蔬菜类，荠菜、黑木耳、芹菜、胡萝卜、芝麻、蘑菇等。6. 水果类，柠檬、柑橘、枇杷、苹果、黑枣等。4. 除了补钙、防治骨质疏松，还应该做好这4件事。1. 营养全面，除了钙，其他多种的矿物质、维生素等的营养元素缺乏，同样可导致骨质疏松。要预防骨质疏松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饮食多样化，来保证营养齐全。1. 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3 是人体皮肤组织中稀脱氢胆固醇，经阳光或者紫外线照射后形成。每天晒半小时左右的太阳，可有效地补充维生素 D3。维生素 D2 主要存在于肝、奶和蛋黄中。2. 蛋白质，蛋白质缺乏可导致成骨细胞合成骨机制能力减退，影响骨骼健康。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包括禽畜肉、蛋奶及奶制品、大豆以及豆制品等。3. 磷，磷和钙共同的构成骨骼和牙齿的主要组成成分。低磷可刺激破骨细胞，促进骨吸收，抑制骨形成，引发骨质疏松。富含磷的食物包括肉、蛋、动物内脏等。植物中的干豆、海带也富含磷，但吸收利用率较低。注意，高磷同样不利于骨骼健康，适当的摄取即可。4. 维生素 K， 维生素 K 参与骨钙素合成的塑化过程，缺乏同样不利于骨骼健康。绿叶蔬菜富含维生素 K， 如欧芹、菠菜、鱼甘蓝等。富含维生素 K2 的食物有纳豆、奶酪、鹅肝等。与骨质疏松相关的营养素还有很多，像维生素 A、B、C、锌、铜、锰等都与骨骼健康有关，不必一一的去补充。只要日常的生活中做到饮食的多样化，肉、蛋、奶、五谷杂粮、蔬菜、水果，吃的全面一点，营养自然也就更全面。2. 适当的运动，人体在运动的时候产生的机械刺激能够改变骨骼的构型，每天坚持适当的运动有助于骨骼的健康。相反，长期不喜欢运动的人则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。缺乏运动也是骨质疏松重要的发病原因之一。有研究显示，运动强度在最大运动限制 70% 到 80% 的运动能对骨密度起保护作用，但这种中强度的运动不宜天天进行，每周2到3次，每次15到60分钟左右就可以。此外，要维持骨骼的健康，日常应坚持中低强度的体育运动。3. 改变不良习惯，要预防骨质疏松，在生活中尽量的要远离烟酒、咖啡、浓茶、碳酸饮料等不利于骨关节健康的物品。有些人总喜欢说某某某抽烟喝酒一辈子还长寿，千万不要用个例来麻痹自己。这样的生活习惯，个别人可能没问题，但大多数人则陷于疾病。4. 该用药要用药。前面已经介绍了骨质疏松发生的原因，我们知道缺钙不是唯一的原因，所以补钙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骨质疏松的问题。中老年人注意自己骨骼健康的问题，当骨质疏松发生时，要及时的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，查明骨质疏松发生的原因，然后再进行治疗，而不是一上来就开始补钙，甚至只补钙也不去做专业的检查和治疗。
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